Hello，大家好，我是拜伦。各位或多或少都有上台发表演说或者是提报的经验，如果没有的话，那只是时间还没到，你还没碰上而已，你迟早要面对哦。那不管大家的情况是怎么样，假设我们去想，我们等一下就要上台了，我们等一下就要去面对台下的听众了，除非你是老手，你是专业的演说家，不然你心里会不会有点打鼓，担心听众会觉得自己很蠢，担心听众会怎么看自己，这时候手心腋下可能都是汗。或许我们为了这场演说准备了很多的资料，但是等一下要说什么全部都忘了。这种情形你有没有发生过呢？这样的情形不只出现在上台提报或演说，只要你要上场，你都会碰到这样的状况。比方说那些选手，不管他们是什么赛事，在他们初期不够有自信的时候，对方看起来都会很强，而自己好像就是没有准备好。有些人这时候肚子会闷闷的，有些人的肩膀跟胸口也会闷闷的，场上的灯光变得很刺眼，周围的声音也会轰轰的闷响，让你头眼昏花，好想要吐，好想要赶快离开现场。这种怯场、紧张到想吐的感受，真的会影响我们不管是演讲或是比赛的表现。如果这些演讲、这些比赛，我们明明很努力练习，却因为怯场、因为紧张而影响到心态，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表现，完全没有练习时的水准，甚至没有拿到应该拿到的基本分、基本成果，更不要说超额表现了。在这个只看结果的时代，因为怯场、因为失常与焦虑而满盘皆输，你甘心吗？如果自己有强大的心态、坚定的自信，让自己平常的比赛或演说都能够高水平的发挥，充分展现自己累积的成果，不愧对自己努力练习的时光，不管结果如何，你愿意吗？今天透过西点军校的黄金课程表现心理学学程的主任奈特辛瑟博士的观点，帮助大家强化心态，培养坚定勇敢的自信。表现心理学是教育培训作为人类能够产生卓越表现的心理技术，有很多应该我们都接触过，比方说在挫败中保持自信，在分心情境里面保持专注，在压力底下保持镇定等等的主题。而奈特博士在运动心理学领域颇有建树，他本身也是国家摔跤冠军、精英级别的登山者，而且高度掌握空手道和冥想等领域技巧，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空有理论的学者哦。我们就来听听他的观点。他说，自信是什么？自信是你在做或思考某件事的时候，你并不会怀疑自己的熟练度或者专业度。这些你努力练习的技能，你努力学习的知识，已经成为你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你知道你可以做到，而且你能做得很好。这样的自信是怎么来的？怎么培养的呢？是你扎扎实实的训练，还有对这些训练的信心。当你对自己的累积，还有具有这些累积的自己有信心的时候，你上场前已经赢了一场胜利。当别人在紧张的时候，你的气场已经压过对方了。不管那是一场考试、演说，或者是竞赛，还是一场表演，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自己的累积有确实的认识。你可以从建立良好的心理账户开始。我们的心理账户优良存款越多，账户就越富裕，支撑我们心态的力量也当然就越强大。相反的，当心理账户的优良存款不多，只需要一点点表现不如预期，或者这一类的预想，比方说你突然去想，我会不会表现不好？你有这种表现焦虑的话，你就会自我怀疑，产生恐慌。那么心理账户的优良存款这么重要，什么是优良存款呢？奈特博士用 ESP 3个字母来代表优良存款，他们是对自己的高质量的努力、成就或进展的记忆跟体认。如果你可以确实的意识到你自己一直以来如何认真练习，如何累积，如何努力行动，如何取得成功跟确实的进展，那么你当然能够增加心理账户的优良存款。而我们每天都有机会存一点 ESP 在我们的心理账户里面，要怎么做呢？在每天就寝以前，闭上2个眼睛，问你3个问题来储存 ESP。我今天在什么地方投入了有质量的努力？因为我的努力，我取得了什么成果？因为我的努力，我取得了什么进展？这3个问题很重要，也很有用。当你回想它们的时候，尽可能让画面生动，充满色彩，好像你重新经历了一遍，能再次感受到努力的实感跟充实的心情，能再次感受到兴奋或其他正面的情绪，在脑海中重现我们精进技能知识的过程，这样就可以逐渐壮大我们的心理账户。这样的日常练习可以让我们一再的意识到自己经过扎实的努力和练习，取得确实的成果和进步，即使每一次的进步都很微小，
但一般人会忘记微小的胜利也是胜利。不过呢，我们捕捉到他们了。我们假设你是竞技型的运动员，目前正在备赛，你每天都会问自己这3个问题：我今天在什么地方投入了有质量的努力？因为我的努力，我取得了什么成果？我取得了什么进展？你很记得今天自己按计划扎实了完成力量训练，这一次主项的训练重量比之前高了5%，甚至是500公克。而在组数、次数都没有减少的情况下，你仍然可以完美的完成训练，甚至你还记得今天最后一下你完成之后享受到我完成了的这样的成就感。你很清楚自己身体有在进步，你很清楚力量增强可以增加你的抗性，可以强化你的移动力跟速度，而且你意识到你未来可以开始进行强度更大一点的训练了。你很满意今天努力的自己，你也记住今天自己的努力，然后你睡着了。每一天你都这样做，你对于你的累积会很有实感。每一天你都在确认自己做了多少努力，而且它真实存在。所有你不能控制的事情，你就不去管了。对手的基因、对手的资源、对手的训练方式，还有对手的训练成果，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至少你尽力做到了你该做的，你问心无愧。上场就是把你平常练习的东西表现出来而已，你就不会自我怀疑了，因为那些东西扎实存在，能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表现出来的就是你强大的自信跟气场，而没有累积心理账户优良存款的人就容易焦虑了哦。那假设我们的心理账户已经很富裕了，除了摆在那边能够稳定心态、稳定军心之外，奈特博士指导他的运动员用一个包含3个步骤的方法，进一步在上阵之前强化自信。这个方法叫做 CBA， 原文我摆在上面哦。我们记得 Cue、Breathe、Attention 就好，就是提示、呼吸跟专注。在上场前跑一遍这个流程，可以一定程度上强化心态，减少杂念。首先，提示是想一个开场白来暗示自己转换心态，成为一个开关。比方说电影里面常出现的 It's show time, it's party time， 或者以前我的朋友说过的学长更恐怖，上场以前讲出来，把开关打开，把心情从上场的紧张转成大展身手的兴奋，你都是心跳加速开始冒汗，可是呢状态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是提示。接着提示的是呼吸，呼吸就是深呼吸，这是一个经典而且历久不衰的方法，什么都可以深呼吸，紧张的时候深呼吸，焦虑的时候深呼吸，难过的时候深呼吸，上场的时候当然也可以深呼吸，它就跟多喝热开水一样，是一个相当好用的方法。当然它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如果你调用你的呼吸肌肉，将气吸到丹田，甚至充满整个胸腔，它可以扩张你的身体，庞大你的身体，让你觉得紧绷而巨大，它会带来一种安定感，可以稳定你的情绪，你会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回到自己的掌控。专注呼吸一阵子，让脑袋安静下来，就像冥想一样，这个是呼吸的作用。接着呼吸，最后来到专注，专注在你的动作上、你的感觉上、你的内容上，与现场听众互动的动能上面。不要用大脑分析自己的表现好不好，你会当场出戏。而且何必要分析自己的表现好不好呢？那是之后的事。上场你只要表现出你累积的东西就好，把你自己交给舞台，一心一意的投入在这个活动里面，投入在当下。如果可以进入心流的状态，你的表现只会是你所能做到的最好表现。总结一下，睡前储存你的心理账户 ESP， 然后在上场以前利用 CBA 再一次强化你自己的心态，让你可以进入到专注的状态。上场前尽你所能的累积，上场后尽你所能追求拿到最好的结果，而不论成果如何都能够不纠结。希望这种坦然带来的强大心态能够与你长存。这期呢分享这边，希望多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我是拜伦，我们下次再见喽。